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小渊。香港之前拍过很多赌神系列的电影，里面赌徒的老千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普通人看了也只能当作电影那样看。而今天我们这两位主人公却上演了一场堪比电影的真实赌徒经历。直到今天，外界对这两人的事情还充满争议，有人说是赌场输不起，也有人说是这两个人毫无赌德。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个名为孙清莹的华裔女子，1976年出生于中国北方。孙清莹的家庭条件原本相当不错，长辈从事于金融行业，而在那个年代，能够和金融这两个字沾边的家庭，往往都是非富即贵。可好景不长，因为种种原因，孙清莹的父亲成为了斗争的牺牲品，也赔上了全部的家产。后来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孙清莹的父亲下海经商，经营着一家木质家具工厂。收入稳定之后，孙清莹就被送到了上海读书，然后又南下香港。可能是受到当时电影《赌神》的影响，也可能是喜欢以小博大的刺激，孙清莹非常喜欢去赌场闲逛。15岁那年，他开始接触扑克，和周围朋友小打小闹，攒了一些胆子之后，后来还专门办了假身份证，从香港出发前往澳门见见大世面。看着连绵凉爽的空调，吃着各种免费的食物，看着一个又一个大手一挥的动作，孙清莹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不过正如俗话所说的，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看到别人玩得这么尽兴，孙清莹也难免想体验一把。有一次，孙清莹还带回了15万美元，而出发之前她的口袋里只有15000美元。从香港离开后，孙清莹就来到了法国巴黎镀金，在索邦大学学习时装设计。对于女儿好赌的习惯，孙清莹的父亲也没太多反对。那既然身边有一点闲钱，那女儿玩一下也无可厚非，只要不是豪赌就行。2006年，孙清莹和一位上海朋友来到了美国拉斯维加斯。从车上一下来，一股金钱的味道扑面而来。这里既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冒险岛。每个人都可以用一个夜晚决定明天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看着街边店铺琳琅满目的奢侈品，孙清莹和朋友决定走进赌场，准备在里面大杀四方。一走进去，孙清莹就被当作 VIP 招待，小到香槟美酒，大到总统套房。赌场给了他360度无死角的贵宾服务。可没过多久之后，孙清莹就离开了赌场，因为他进门前的20万美元，在逛了几圈之后，只剩下了4000块。离开前，孙清莹还作为担保人，帮朋友签了一张10万美元的贷款，就是为了让运气不好的朋友捞回本钱。结果几个回合下来之后，这笔钱很快就被朋友败了个精光。输了钱还不算什么，最让孙清莹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朋友没有结清这笔钱就离开了赌场。从赌场离开没多久之后，孙清莹就从美国飞到了法国，而在巴黎待了6个月之后，他就坐飞机准备从费城进入美国。可还没等孙清莹入境，机场警方就送来了一副沉甸甸的手铐，因为他朋友还没有还清赌场欠款，就直接离开了美国。而作为担保人的孙清莹直接就成为了冤大头。获悉被捕缘由之后，孙清莹是一肚子火，因为他在巴黎时就已经问过朋友是否已经还清了欠款，可孙清莹怎么也想不到，朋友一直在撒谎，说已经还清了这笔欠款，可实际上呢，只还了7000美元。而第一次被送进监狱，让孙清莹有点不知所措，别人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自己的朋友却是插自己2刀。从机场离开后，孙清莹直接被送进了克拉克县的拘留中心。在监狱被关押的21天时间里，孙清莹足足瘦了25磅。因为身材娇小，还有黄色面孔，她吃了不少苦头。例如在半夜3点，狱警会进来检查犯人，包括是否有吸食违禁物等等。有一次，孙清莹在和狱友发生矛盾之后，就被狱警区别对待，以至于她被关到了个人禁闭室，只能躺在地上睡觉。狱警甚至还不允许他穿内衣，以此羞辱他。被捕入狱期间，
一位探监的朋友给了他一副扑克牌，让他可以在无聊时消磨一下时光。看着这副扑克牌，孙清银觉得出狱之后一定要让赌场血债血偿。由于事发突然，孙清银只能等待父亲从国内千里迢迢飞到美国偿还这笔欠赌场的钱财之后，才能被释放出狱。从监狱出来后，孙清银就花了4年的时间练习算牌。所谓的算牌，就是根据现有的牌号去猜测别人手里的牌，或者是说根据纸牌的某一种特征去猜他们是什么牌，从而增加自己的胜算。正常来说，这种事情玩的就是统计学上的概率，谁脑子转得快，谁的胜算也许就能大一点。可实际操作起来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要不然就不会有老千这个说法。而在很久以前，有一些比较脏的赌场就会利用牌文去识别每一张牌是什么，因为有一些牌的背面图案特征是独有的，只要你用心观察，就能够提高猜牌的准确率。而在很久之前，就真的有人这么干过。只不过这个套路呢，已经很久了，早在几十年前就被澳门禁止使用。那当然，知道这种漏洞的人其实并不止孙清银一个。如果想要利用这个漏洞赚钱，那就得看看赌场知不知道这个漏洞，或者是说有没有采取措施规避它。在练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孙清银就决定实战检测一下。他的第一站就是拉斯维加斯，靠着这个技巧，他还真的尝到了一点甜头。而在棕榈树度假村赌场里面赢了20万美元，在米高梅赢了30万。当然，在这些地方如果只赢不输，那是很容易被盯上的。为此，孙清银就找了3个小伙伴，他们故意在游戏厅里输了10万美元，然后第二天就带着50万美元，假装是不认输的人，回来就是要赢回输的钱。而对于这种客人，度假村自然是不会怠慢他们，只要你口袋里有钱，那啥事都好商量。而在新一轮的对决中，孙清银就要求使用澳门流行的玩法。看到孙清银脸上的黄色面孔，赌场同意了他的要求。而每一个回合结束之后，孙清银都会仔细观察纸牌的特征。几番观察下来，他就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慢慢的，孙清银身边的筹码越来越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孙清银去了很多地方，在大大小小的赌场上继续试验他的识牌策略。以至于在赌场业界，有人在社区里发了关于孙清银赢钱的帖子，一时之间大家都在讨论着这位亚洲女性到底是什么来路，她到底是运气好，还是说会某一种巫术。在一条又一条评论的叠加下，孙清银的过往经历就被扒了出来。例如有人留言说，这个女的在10几岁时就开始在澳门混，你说她要是没有2下子，那我是不信的。那也有人说，人家赌场能够放他走，还能把钱赔付到位，那就说明他肯定没有出老千。一时之间，孙清银成为了业界的名人。但俗话说得好，人的欲望是永远没有上限的，更何况是赌徒。对于孙清银来说，他这种持牌策略只能是靠打游击战，在每个地方赚一点小钱，然后就乘胜离开。这种小打小闹，怎么会入得了我们这位富二代的法眼呢？High risk, high return。孙清银决定干一票大的。不过大买卖意味着大投入，孙清银家里虽然是很有钱，但是还没有到那种随随便便就能够拿出几百万美元给你去赌场潇洒的地步。由于经常接触德州扑克，所以孙清银很快就注意到了一个人，他就是美国顶尖职业扑克玩家菲尔艾斯。这个人有多牛呢？根据资料，他出生于1976年，6岁时就开始接触扑克，成年之后开始参加各种比赛，30次进入了 WSOP 总决赛，还曾经获得10条 WSOP 的金手链。曾经有人说过，菲尔就是扑克界的老虎伍兹。仔细观看了菲尔的一些赛事之后，孙清银就觉得这人绝对是位可以合作的人，有钱又有胆。于是他直接从美国飞到了澳洲，找到了当时正在参加比赛的菲尔。2个人的协议很简单，孙清银提供识牌文的这个漏洞，而菲尔则提供本钱，赚的钱按比例分成。在几次牛刀小试合作熟练之后，2个人就决定冲刺一下日入千万的感觉。在美国大西洋城的波哥大赌场，给赌场吃了一点甜头之后，菲尔就要求发牌人使用捷克马纸牌。
由于菲尔的名气非常大，加上他和孙兴慜两个人他们的赌注也非常大，所以赌场自然就没有拒绝这个要求，毕竟有钱的都是爷。从2012年4月开始到10月，这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凭借这个石牌文的漏洞，他们两个人一共赢了960万美元。有一次在连续玩了10几个小时之后，菲尔甚至直接睡在了高尔赌厅的地板上。短短半年时间，仅仅是靠翻几张扑克牌就赚了这么多钱，估计资本家看了都得流泪。不过按照约定，波哥大还是一分不少的向菲尔两个人支付了这笔钱，然后含泪送走了这2位客人。以前看到这2个人，经理那是激动的心，现在看到他们，那就是颤抖的手。到了这里，有些观众就会认为菲尔两个人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收手了，毕竟赚了这么多钱。可是对于好赌之人来说，欲望是永远没有上限的，他们的阈值永远都是在被刷新的状态。2012年8月下旬，两人飞到了英国伦敦，目标直指马来西亚云顶集团旗下的康乐福。两人选择的类型是迷你百家乐，大概玩法是这样的：发牌人给对峙双方各发2到3张牌，然后将点数加起来，再取个位数比较大小，规定最大数字为9，谁的最终结果是9或者接近9，谁的胜算就更大。不过和一般百家乐不同，迷你型百家乐规定赌客是不能够直接接触纸牌，所有的发牌动作还有翻牌动作都是由发牌员执行，为的就是规避有些人在纸牌上做记号。所以同一盒牌往往能够使用很多次，而这就恰恰给了孙兴慜通过背面牌文辨别出纸牌数字的机会。一旦知道你眼前是什么牌时，你玩的就不是以小博大的瞎蒙乱猜，而是运筹帷幄的十拿九稳。原理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得让赌场同意你这样玩，你得说服发牌员一直用同一副牌，因为每一副牌的花纹都不是完全相同的。那其次，这纸牌被盖上之后，你得注意牌的方向。那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有一张牌，它背面左边的图案是不完整的，可如果将它180度掉头放置，那它就变成了右边的图案是不完整的。而这个时候刚好有其他某种数字的牌，它右边的图案刚好也是不完整，因为图案对称的原因，你就没法确定这张牌的数字到底是哪一个。那再加上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认出甚至是记住这些图案的特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对于菲尔这种专业级的赌徒来说，这也不算是什么难事，但是赌徒的第一信条永远是提高自己的胜算，而不是给自己增加风险。因此菲尔就告诉经理，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们服务员在发牌和收牌的过程中，能不能不要改变牌的方向？那由于不知道牌文这个漏洞，经理就直接同意了他的这个要求。毕竟两位都是 VVIP， 这类客人有点特殊小习惯，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另外，为了避免经理起疑心，菲尔还专门放了个烟雾弹。他说，如果你们方便的话，我想为我这位朋友找个会说广东话的发牌员。他看到孙兴慜这张黄色面孔，再加上菲尔在业界的名气，经理又直接答应了这个要求。在前几轮的准备阶段中，菲尔要求发牌员将7、8、9这3个数字的牌，他们放置的方向要指向同一个方向，而其他数字的牌呢，则指向其他方向。而对此，菲尔就告诉赌场，我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东方，他比较迷信，想吸一下来自东方神龙的运气。那实际上，菲尔两个人只是为了观察这3种牌背面花纹的特征，它毕竟是比点数大小，如果要是能够直接认出这些数字比较大的牌，那他们的胜算将会大大的提高。因为有人计算过，在每名赌客只能得到3张牌的情况下，如果赌客手里的第一张牌是7，那他胜出的概率就是 7.4% 左右，而8则是 17.3%， 9则是 21.5%。结论下来，菲尔和孙兴慜两个人对各种牌就认出了个大概。这时他们开始直接加大了赌注，一局直接来到了15万英镑，而这也是最高限额。所以凭借10牌文这个漏洞，两个人在短短2天之内就赢得了770万英镑。2天之后，经理就提出使用新纸牌的要求，而就当经理准备把钱捞回来时，
菲尔两个人直接表示下次吧，现在我妈喊我回家吃饭了。不过这个时候算上两个人在自己其他项目赢来的款项，他们的收入已经来到了2216万美元。从赌场离开后，就当菲尔和孙庆云两人盘算着下一个目标时，事情出现了意外。因为在8月30号时，这家康乐福管理层在反复观看监控之后，就终于看穿了他们的把戏，所以决定只退回他们的本金100万英镑。原本预计的770万，弄了大半天之后，1分钱都没有赚，这让孙庆云两个人觉得非常的恼火。他们多次找到康乐福管理层理论，但对方就是不肯赔付。1年之后的2013年5月，两人一纸诉状将该赌场告上了法庭。2014年10月，法院就判处孙庆云两个人败诉。2015年1月，菲尔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1年之后的2016年4月，两个人的诉求还是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2审判决之后，双方直接吵到了英国最高法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3审。不过让他们失望的是，他们还是没能听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个案子，孙庆云名声大噪，两个人更是引发了世界各地吃瓜群众的围观。有人说，这两个人就是太贪心了，靠漏洞赚了这么大一笔之后，就应该及时收手，也不用搞成现在这副尴尬的局面。不但英国这家没有赔付到位，还得被美国那家要求还钱。但也有人认为，事情的责任完全不在菲尔两个人，因为赌场就是在耍赖皮。在长达5年的扯皮中，控辩双方主要的分歧就在于菲尔和孙庆云两个人的行为到底是否构成了诈骗。菲尔的观点其实很简单，他承认自己的确利用了纸牌背面花纹的漏洞，但既然赌场接受了自己的要求，那就表明他们接受了自己的行为。既然你已经接受了我的行为，那就说明我这不算是诈骗。可代表赌场的律师却不这么认为。举个例子，在某一天，我出门之后忘记为自己的大门上锁，然后你跑到我家里来偷走了我的钱，可你却说我接受你的行为仅仅只因为我的大门没关，那你觉得可能吗？而这里的大门没关就代表着赌场纸牌的漏洞。可是菲尔觉得对方这是在偷换概念。小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圣诞节这一天，某位客人来到西餐厅用餐时，客人问老板可不可以免费送1块牛排，老板就答应了这个请求。可是当客人吃完之后，老板却转头要求这位客人为这块牛排买单，那你觉得合理吗？而最终英国法院还是支持了赌场的主张。在菲尔两个人被英国官司缠身的同时，美国的波哥大赌场也对他们提起了诉讼。2015年3月，美国法院就做出了判决，菲尔诈骗罪名不成立，但是因为他违反了赌场合同，所以他得将赢的钱全部退回给赌场，算上其他游戏的款项，菲尔得归还1010万美元。那实际上，如果菲尔没有在英国提起诉讼，美国这边的赌场估计会一直被蒙在鼓里，那原本到手的1000多万美元也不用白白飞走。美国波哥大赌场在起诉菲尔的同时，也起诉了扑克牌制造商杰马克。他们觉得正是因为这些纸牌背面的图案给了菲尔出现的机会。那听到这话，杰马克厂商觉得自己很冤，那我这是躺着也中枪啊！你们自己被人骗也就算了，还想找我们背黑锅。杰克马的负责人表示，所有纸牌背部的花纹和图案不可能切割的一模一样，这是常识。如果你们真的想规避这种风险，那完全可以使用没有任何花纹图案的纸牌。而况且在2011年签订的采购合同中，就白纸黑字写着，杰克马不会承担你们赌场中任何游戏的损失。而至于你们所提出的960万美元的赔偿，你们就是在做梦。杰克马的意思很简单，一个盗贼闯进你家，用你家厨房的刀划伤了你，然后你居然去找生产这把刀的厂商索赔，那这不是痴人说梦吗？虽然最终法院判处赌场胜诉，但是杰克马只需要赔偿27美元，而这27美元就是菲尔当时用掉的纸牌的价值。接着，菲尔和孙庆云两个人对美国法院的判决就提起了上诉，但在2017年2审时，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判决下来之后，波哥大赌场一直盯着菲尔的财产，尤其是他的个人银行账户。可不幸的是，当律师准备申请强制执行时，他们却发现
菲尔的账户早就没钱了。有一些人就猜测，也许在英国起诉之前，菲尔就已经将自己美国账户的钱偷偷转到了海外。不过赌场的律师并没有就此作罢，虽然他们在新泽西州找不到菲尔的钱，但他们发现菲尔在内华达州有很多固定的资产，包括5处房产，还有价值1个亿美元的股票。而另外一边，为了保住自己赢的钱，菲尔就让律师起草了一份多达800页的文件，准备在法庭上再次反击。而最终在吵了将近8年之后，2019年9月，在美国联邦法院的调解之下，菲尔和伯格道赌场就达成了和解。但是至于双方之间具体是怎么分配这笔钱的，他们并没有公开。事情发生后，孙清莹和菲尔的故事就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以他们经历改编的电影目前正在拍摄中。孙清莹的角色将由一位名字叫做林家珍的亚裔女演员出演。那实际上衡量一个人在赌场有多厉害，那往往不是看他到底能够赢多少钱，而是在于他能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行为。有时候虽然前面是天堂，但是在迈进天堂之前，你得经历过断崖，可是大多数人永远都掉在了断崖下面。我是小渊，我们下期再见。